文昌帝君又称紫铜帝君、文昌星君、文昌帝、文昌公，是中国民间信仰中掌管文运、科举、功名、寿命、禄位的神祇，地位崇高，受到广泛崇拜。其传说源远流长，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息息相关，也与民间的祈福求学、求功名、求寿命等愿望紧密相连，是中国民间信仰中的一位重要神灵，被广泛尊奉为掌管文运和学业的神祇。文昌帝君的信仰源远流长，并且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丰富的传说和故事。文昌帝君的信仰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道教和民间信仰。古人将天上的星辰分为28宿，其中文昌星宿位于紫微垣，是主管文运、功名、科举的星宿。文昌帝君的起源有多种说法，其中最为广泛接受的是它与四川梓潼县的张亚子有关。据说文昌帝君原名张亚子，生于东汉时期的四川梓潼县，今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。张亚子从小聪明伶俐，博学多才，后来成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和官员。他在任职期间勤政爱民，深受百姓爱戴。张亚子去世后，被当地人尊奉为神灵，并在梓潼县建庙祭祀，称其为梓潼帝君。另一种说法认为，文昌帝君是天上的文昌星君。文昌星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一颗重要星宿，被认为掌管文运和学业。道教将文昌星君人格化，认为他是掌管文运的神灵，并将其与张亚子的形象结合，形成了文昌帝君的信仰。随着历史的发展，文昌帝君的信仰逐渐在中国各地传播，并且在不同时期和地区有着不同的发展和变化。在唐朝时期，文昌帝君的信仰开始逐渐兴起。唐代诗人杜甫在《赠卫八处士》中提到：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”这句诗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文运和学业的重视。唐代道教经典《云集七千》中也提到文昌星君，并将其与道教的其他神灵结合，形成了文昌帝君的信仰体系。宋朝是文昌帝君信仰发展的重要时期。宋代文人对文运和学业的重视，使得文昌帝君的信仰更加普及。宋代著名学者朱熹在《诸子语类》中提到，文昌帝君，天上星君，主文运。这一说法进一步确立了文昌帝君作为掌管文运的神灵地位。在元朝和明朝时期，文昌帝君的信仰达到鼎盛。元代道教经典《太上洞玄灵宝自然九天生神章经》中提到，文昌帝君是九天文昌司路大帝，掌管人间的文运和学业。明代皇帝朱元璋曾下旨在全国各地修建文昌庙，进一步推动了文昌帝君信仰的发展。在清朝时期，文昌帝君的信仰依然兴盛。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在《日之录》中提到，文昌帝君，梓潼神也，掌文运。这一说法进一步强化了文昌帝君作为掌管文运的神灵地位。清代皇帝康熙和乾隆也曾多次祭祀文昌帝君，祈求国家文运昌盛。文昌帝君的形象和职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区有所不同，但其基本职责始终是掌管文运和学业，保佑学子考试顺利，文运昌盛。文昌帝君的形象通常被描绘为一位威严庄重的神灵，身穿长袍，手持文书或笔墨，象征住文运和学业。在道教经典中，文昌帝君有时会被描绘为骑乘白马，手持玉简，
象征住他在天上掌管文运的职责。文昌帝君的主要职责是掌管文运和学业，保佑学子考试顺利，文运昌盛。具体来说，文昌帝君的职责包括：文昌帝君被广泛尊奉为学子的保护神，特别是在考试期间，学子们会祭祀文昌帝君，祈求考试顺利，取得好成绩。文昌帝君被认为掌管人间的文运，保佑文人仕途顺利，文运昌盛。文人们会祭祀文昌帝君，祈求文运亨通，仕途顺利。文昌帝君的信仰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和传承。通过祭祀文昌帝君，人们表达了对文化和学术的重视，推动了文化的繁荣。文昌帝君的传说丰富多彩，这些传说反映了人们对文昌帝君的信仰和崇敬。以下是一些关于文昌帝君的著名传说。据说，张亚子在世时，勤政爱民，博学多才，深受百姓爱戴。张亚子去世后，当地人为了纪念他的功德，将他尊奉为神灵，并在梓潼县建庙祭祀。后来，道教将张亚子的形象与文昌星君结合，形成了文昌帝君的信仰。另一种传说认为，文昌帝君是天上的文昌星君降世。据说，文昌星君看到人间文运不振，决定降世拯救人间。他投胎成为张亚子，并在世间行善积德，推动文运的发展。张亚子去世后，返回天上，继续掌管文运，成为文昌帝君。关于文昌帝君显灵的故事，民间流传着许多版本，其中最著名的故事之一是文昌桥显灵的故事。传说，在古代，有一座名叫文昌桥的桥梁，是读书人祈求功名的圣地。有一天，一位名叫李公的读书人，在文昌桥上苦读经书，却始终无法考取功名。李公心灰意冷，准备放弃读书，回家务农。就在他准备离开文昌桥时，突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。他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位身穿官服，手持文笔的老人站在他面前。老人告诉李公，他是文昌帝君，特地来帮助他。文昌帝君指点了李公读书的方法，并赐予了他一些灵符。李公按照文昌帝君的指点，刻苦学习，终于在下一年的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。文昌帝君的信仰在中国各地广泛流传，人们通过各种祭祀和习俗来表达对文昌帝君的敬意和感激之情。文昌庙是祭祀文昌帝君的重要场所，中国各地都有文昌庙，特别是在学校和书院附近，文昌庙更是普遍存在。文昌庙内供奉着文昌帝君的神像，人们会在庙内烧香、献供，祈求文昌帝君保佑学子考试顺利，文运昌盛。文昌帝君的信仰在中国民间十分普遍，特别是在古代科举制度盛行的时代，文昌帝君的崇拜更是达到顶峰。文昌帝君的祭祀，文昌帝君的祭祀时间主要集中在农历2月初3，文昌帝君诞辰，8月念六，文昌帝君成道日，以及每年正月初1、15等节日。文昌帝君的祭祀场所主要有文昌阁、文昌宫、家庙等。文昌帝君的祭祀仪式一般包括焚香、献花、献果、献酒、献茶、献生等。文昌帝君的信仰，祈求功名，读书人祈求文昌帝君保佑他们考取功名，金榜题名，祈求学业进步，学子祈求文昌帝君保佑他们学业进步，
聪明伶俐，祈求平安健康。家人祈求文昌帝君保佑他们平安健康，长寿富贵。文昌帝君的信仰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在文学、艺术、建筑等方面都有所体现。文昌阁，古代许多地方都建有文昌阁，供奉文昌帝君，其建筑风格多为传统的中国建筑风格，庄严肃穆。文昌宫，文昌宫是专门供奉文昌帝君的庙宇，其建筑风格多为宫殿式建筑风格，宏伟壮观。文昌帝君的信仰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，它代表着人们对知识、智慧、成功的追求，也代表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文昌帝君作为中国民间信仰中重要的神祇，其传说故事、信仰崇拜、文化影响都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对知识、智慧、成功的追求，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。在现代社会，文昌帝君的信仰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，它可以鼓励人们学习、奋斗、追求美好生活，也提醒人们心怀敬畏，珍惜眼前的一切。